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一颗6缸分药盘从台北来的蓝色1990年 W124的2601的6缸分药盘的故障检测。W124这部车子1990年到现在已经35年了。那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了，同一年代的车子，奥迪、Volvo、BMW 这个同级别的车子几乎都报废了。只有这个年代的老宾士，我们都舍不得报废。但是经过30多年的使用，车子难免会有身体不健康、引擎不顺畅的问题。那其实这个都不是缸体本身所造成的问题，因为宾士车的缸体，它像这个6缸是 M103 引擎，它下半身是铸铁的。如果因为它不容易热变形，经过30多年的使用，就可以发现它的缸体如果不缺油不缺水，跑50万公里绝对不是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里程数应该都在20万到30万之间。今天我们这部车子他坐拖车来找张大哥，当然是因为引擎发不动我们来了解一下它这个供油系统，它这个分药盘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分药盘的编号是14291。我们现在进行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检查它在系统出油量、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到底是什么样的堵塞状况怎么样。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那在大哥的题材上面呢，它1分钟的标准的出油量应该会在170 ml 左右，也就是说这条横杠是175，应该在这条横杠这条横杠是175公分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出油量堵塞状况是怎么样。OK， 大哥开始，好，开始。我们现在做的这个1分钟的全油门，主要是在了解它行进当中的出油量，也就是系统的出油量，它到底情况出油状况是怎么样。如果出油过多，那就会燃烧不安全车子耗油，马力又不足，会造成空气污染。供油量如果过多，会燃烧不安全。冒黑验车验不过。那如果供油过少的话，那就会产生稀薄燃烧，车子美丽可能又伤害引擎，产生高温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我们的供油系统都是被油箱污染了所以油箱是个污染源。尤其你车子越不开，汽油挥发掉以后留下来的胶质跟油箱铁锈。 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跟170的出油量差多了。第1缸140，第2缸140，第3缸140，第4缸140，第5缸140，第6缸150。出油量还算平均在这个是大油道堵塞了所以它这部车子应该以这个出油量应该是发不动了，因为供油太少了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出油量的结果。这颗从台北来的蓝色
W124的2601的6缸分油盘，编号14291，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1分钟的全油门的出油量，在大哥机台上面应该是170 ml， 那它大概都出在140。170减140的话就30，170，那误差值就应该在20%到25%之间。那这个现象车子应该是发不起来了所以他这部车是坐专车坐拖车来找张大哥了。那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来看看，它这个是带油道堵塞那我们一样来做一个1分钟全我们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大哥整修过之后呢，它的出油量的状况。好，大哥打开定时器，打开电源，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一般来讲若油箱污染之后造成非油门堵塞，绝大部分都是带油道堵塞，也就是说，一进去非油盘一进油就堵塞了，造成6缸的供油量都平均过低这个机会应该有70%左右这个现象呢，比如说要出油170，出油140这个会造成供油不足，稀薄燃烧如果以140的1分钟全油门的出油量应该车子要发动都很困难尤其热车的时候，那这问题会更严重今天无论如何，我们整修过之后，理论上它应该在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的。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这次的出油量就很漂亮。第一缸165，第二缸170，第三缸175，第四缸175，第五缸170，第六缸16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左右成绩算是相当优秀了。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14291，从台北来的蓝色 W124的2601的6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这个阶段的测试，我们主要在测试这个分油盘它的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从台北市来的 W124 2601的6缸分油盘，编号14291的完修后的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80，第二缸180，第三缸180，第四缸180，第五缸175，第六缸180。我的成绩相当优秀。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的误差几乎是3%左右。加上这部车子的缸压非常漂亮，都在10到11.5之间，完全没有积碳的现象，所以这部车的缸体也是非常优秀。我们可以期待这个分油盘
回装到车上的时候，我们这个引擎测试它的怠速一定是相当稳定的。好，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